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直播，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从11点半到12点30分钟，大家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可以避免漏看掉。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标普，看一下这个大盘。我们说过周线上，昨天已经分析过这个周线。那么周线上这个形成了一个，还没有形成周的底分型，顶分型，对吧？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现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但是我们现在是需要提高一点警惕，就是本周这根 K 线，如果说收成这样的话，是相对偏空的，对吧？是有可能下周只要跌破本周的低点，那么就会形成顶分型。因为下周是一个短周期，因为这个周末是长周末，美国下周一是这个纪念日，这个只有4天，所以周一是休市的。那么如果说从周二开始，如果说直接跌破本周的低点的话，就会形成顶分型。那么再加上周线上还有一个大缺口，这里有一个大缺口，如果说它要把这个缺口补上的话，那么相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现在的价格到这个缺口的这个上沿2.7%，对吧？指数跌2.7%，那么个股的话可能就5%、10%，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从5968下来，现在只有4根 K 线，对吧？还不够比。再加上明天如果说再来一根的话，然后它这个里还有一个就是120天周线也在这里。120天和200天可能要交叉，如果说都能到这个位置的话，也是一个5800吧，5800又是一个整数位，然后这里有个缺口，所以说5800附近争夺会比较厉害。具体是争夺下去还是争夺上来，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周线上好像是最5800附近还有一个关键的位置，就是这个前面这里有个类中枢嘛。5773也在5800附近，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5800附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从4835上来 ，A 中枢、B 中枢、C 中枢，现在在做第4个 D 中枢，因为前面2个中枢有升级，有这个扩张升级了，那么现在又形成了2个小中枢，但是这是按照同级别分解来分解的话，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的区别就是，同级别分解只看中枢。那么如果说这是按照同级别分解，就是4个或者第4个中枢正在形成中。如果说以非同级别分解，那第4个中枢这里就关键了。如果说这个第4个中枢如果上去了，然后会出现一个1小时的二脉的话，不能够突破5968的话，走反向。那么这样的话，利用非同级别分解，那我们就从这里要断开了。左侧是一个3中枢的趋势上，其中有2个中枢是升级的。右侧的话，我们再看它演变，是一个带中枢的下跌，还是只是一个浪形的下跌，还是说一个趋势下跌，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就在这里，这笔反弹这里。这笔反弹如果说不能够突破前面的5968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如果说是直接变脸走反向，那么后面的空间相对还是有的。所以说就要一笔一笔做，这笔反弹出来了，不能够这个突破5968，先减一点，先不管它是不是要中枢震荡，对吧？它也可以是直接就快速杀下来。所以说你这个位置不减的话，你后面相对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说再出现不背驰，也就是从这个位置一断开，那么1和3不背驰的话，那就4和5了，那就后面就空间就大了。所以这段反弹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关键了，还有它的力度。这是这个针对指数我们需要做一个提醒。那么这是简单说一下，然后看一下朋友们现在秦朋友，非常感谢你基本上每次直播你都来，非常的这个支持我的这个直播呀。当然了，我也希望你因为之前你应该也有半年左右时间了吧，加入会员，然后又开始学些东西，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理论上自己一定要学一学，毕竟每个人这个是其他人
只能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分析的一套理论、一套系统。所以说自己一定多学一学，这样的话，自己掌握好之后，你这个就会灵活运用，剩下就是那个练习了，对吧？所以说也是希望你能够，如果真的觉得缠论这个东西很好的话，这个多下一点功夫。那么我们看一下你问的这个，谷歌，我们昨天其实分析谷歌的时候已经说过今天这种情况了，我们看一下，说的这种情况呢。昨天有一位朋友，说是这个应该不是你问的，好像说是在155几的时候想追突破，还是说想在165，好像是想在165追突破。我当时就说没必要，为啥没必要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当时画的图，30分钟上，我们当时这是昨天画的，30分钟上有一个中枢，然后我们昨天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对吧？然后我当时说你可以等一等，毕竟它当时是一个强势状态，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可以减一点，看它这笔回拉，不回来的话还是3买。那么昨天确实是走出了这么一个结构，走的还是非常有技术的。昨天这个中枢的上沿在169.68，昨天最低点169.85，刚好没回来，对吧？这就是虽然说在30分钟上这么个小周期上，你也能够看到这个缠论的这个理论，你只要学明白了，虽然说是在这么小的周期上，还是能够一样要遵守缠论的。那么回来没回来还是3买，那么今天又一个冲高上去，对吧？那么现在因为它这个冲高上去之后，这里是只有4根 K 线是不成比的，尤其下面又有2个包含关系，虽然说这里面是带一个大缺口，但是缺口是不代表任何意义的，因为禅师在回复禅友的一篇文章的，可能是禅文后面的回复里面专门说过这个问题，缺口不代表任何。那么的话，它是需要的，因为这个上涨我们需要的这个 K 线呢，它代表的是时间，对吧？如果说只是一个缺口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这里是不够一比的。那么现在要看什么呢？就看它这个回落，现在又开始冲高回落之后，看它这个回落够不够一比。如果说回落够一比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又形成了一个新3买，针对下面这个中枢又变成了新3买。为什么说这个3买又不成立了呢？因为它这段的这个反弹这一笔不成立，造成了这个新的一笔，你要划分的时候要从这个位置直接划到这里，然后再看它的回落是不是跟它形成一个3买的位置，就是一个新的3买。所以前面这里只能是当成一个3 plus 3加，对吧？是在当下，所以说你每一次分析的时候只能按照当下图形。为什么说这个3买会变化呢？因为图形没完成啊，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个图形没完成，或者说这个走势没有完成。从这个下面这个149这个起涨点这段的走势没有结束，它这个3买它就会变化，对吧？因为在没有结束的图形中，你需要根据你新有的 K 线来重新组合，这就是缠论的多义性，这就是你需要根据它的这个新结构来组合。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回落这一笔够比了，那么这个就是新3买。但是如果说回落这一笔没有出现，新出现的是再次出现了高点，从这个位置它可以慢慢爬，然后再次突破了178.13的话，那这个3买就是3买，意味着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晓得了吧？所以说一定是有新的结构之后，你一定要看重新新的组合是不是有新的变化，那么重新新的变化你就需要重新划分。其实这就是只要你的划分遵循一个原则就好了。什么原则呢？就是变换不变性，就是禅师专门讲过的一个知识点。什么叫变换不变性呢？就是你的任何划分，不论你怎么划，买卖点的属性是不能够发生变化的。什么叫买卖点的属性不能发生变化呢？就是在你重新划分之前，这个位置比如说是卖点，等到你重新划分之后，它还是卖点，买点还是买点，就是买卖的属性不因为你的重新划分而改变，对吧？比如说这个位置你划分之前是3买是买点，那么你划分之后这个位置还是3买，它在小周期上还是3买，虽然说不是30分钟上3买，所以说不因为你的重新划分这个买卖的这个性质有区别变化，它不能说因为你新的划分之后这个位置变成卖点了，对吧？所以它是小周期的一个买点。所以说基于这个的原则下，
只要你的任何划分不改变买卖点的属性，你都可以重新组合。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在你重新做划分的时候，所以说，现在看它选，因为谷歌现在在小周期上它没有选啊，这个位置你要么再往下走，走一笔回落，你也可以从前面这个起涨点测一下，回落到172啦、171，这都可以，到哪儿我们不知道，我们也预测不了，所以说不要预测，就跟随就好了。你如果说在上面冲高或出现冲高、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减仓动作？这是关键，对吧？出现减仓了之后，你才有新的仓位把它回落的买回来。那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位置卖了，它又没出现一笔回落，然后啪啪啪又上去，又出现新高了，怎么办呢？这是不能够避免的。你在这个位置进行了操作，你就有考虑到它这个位置再有可能不回落一笔，然后再出现一个新高点。所以说我们是分仓进出，不是每次都是全仓的进行买卖。如果说你的准确程度已经达到了可以每次都能够全仓买卖的时候，我全仓在这个位置卖了，全仓买回来，全仓卖了，全仓买了。你如果说能拿到这种熟练程度、这种精确度的话，没有问题，对吧？你如果说能拿到100%的精确度，每一个波段都能吃得到，那你不需要分批进出。所以说，那种你如果说有那种熟练度，你也不需要学这个东西，你可能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了。所以说，在没有达到那个熟练程度之前，你又看好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它的这个比价关系，然后打算长期做它，那你就分批嘛，上去了卖一点，下来了加一点，继续上。虽然说我这里卖了，但是我手里还有底仓，然后可以继续拿，我不怕你涨。你涨了我就卖一点，跌回来了，位置到了我再加回来，就是一个仓位的一个加减动作。你会发现，长期操作1-2只股票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鲜东西在里面。你只要掌握了这个仓位的一个控制，那么其实，因为你控制好了仓位，相对的就是控制好了风险。那么所谓的风险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你能控制的就是你的这个仓位大小。那么现在他又尝试这个。想突破这个是120天，谷歌想尝试突破120天均线，现在卡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但是总体感觉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在这个120天所谓的均线压力，但是无所谓啊。我们说了，这个均线也好，黄金分割那些斐波那契的点位也好，都是只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阻力位置，或者说潜在到十字路口了。我们开车开到十字路口，我要看的。现在虽然说这个位置是红灯，但是呢，它的路况，它的这个内部的级别那个不够饱满，内部动能很强。所谓动能强，你就看它的这个 MACD， 说明这个张口张很大，内部不够饱满，动能很强。你即使是一个潜在的压力位，我也可以冲过去，对吧？比如说你开到十字路口了，虽然说现在是红灯，但是有一个警察已经接管了这个十字路口，他给你招手让你赶紧往前开，你不会傻呵呵在这等着吧？你说，哎呀，现在是红灯，还没有变绿呢，我不能够往前开，对吧？现实中你都知道，有警察接管了这个当下的这个路口，让你往前走，说明路况是他来控制，而不是说红绿灯来控制。跟我们在操作中也是一样，到了这些十字路口，我们要看当下的路况。所谓的路况就是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不够饱满，它的冲劲还很大，那你就可以继续，它就所谓的什么这个均线压力，它就不成为压力。它就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晓得吧？那么继续往上走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大周期上，它有这些所谓的潜在的压力位置，现在是还没有完全站上 0.618。 0.618 一般是比较，如果说到了 0.618， 一般如果说这个力度不够强的话，那可能就开始衰竭了，可能要拉回来。如果说有力度非常强的能够突破 0.618， 那就是转势了。所以说可以利用大周期的这些所谓的红绿灯，我们来这个配合小周期的，对吧？大周期的这些比小周期的那些相应的压力能更大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艾米朋友问的这个 Meta， 15分钟的中枢维持了好久是吧？那它就是没有方向啊，它就是小周期，它没有方向，它就一直在那儿，它这里已经横了4-5天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已经横了5天呢，
已经横了5天了，它没有方向，所以说你要做的话，就只能去小周期去操作它。你问日顶分到现在结束了没有？日顶分已经出现了呀，日顶分已经出现了。日顶分型出现了之后，你就要看它是不是成为一个中继的。所谓中继顶分型，就是在没有出现回撤一笔之前，它就直接上涨，再次突破了这个顶分型的这个高点。因为顶底分型它有一个叫什么玩意儿？它的这个区间，顶底分型有3元素嘛，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然后第二元素的高点就是这个顶分型的这个上沿，第一元素的低点就是顶分型的下沿。如果说它这个回撤这一笔不够笔，然后直接突破了第二元素的高点，说明这个顶分型就被破坏了，变成了一个中继的。所以说，现在是成立的，但是不保证它不被破坏掉，对吧？所以说，顶分型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是你问的。有没有结束，就看它这一笔能不能够回落。如果说这一笔有回落的话，回落成为一笔的话，那说明这个顶分型就成立了。如果说它还是刚才说的，所以说就应该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模型确实所说讲的还在大 B 15分钟震荡。那么这应该是你说的小周期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1小时上，应该是从这个起涨点479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是不在大 B 了。现在在1小时上的话，这是大 B， 这是大 A。那么现在它有希望出现一个大 C 的中枢。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是一个下上下都出现了。这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同级别分解和这个非同级别分解。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出来，这里现在是已经有第3个中枢了。就是说看它怎么选，对吧？如果说它要是以再次突破662.67的话，那就是相当于 A 中枢、B 中枢、C 中枢，就是一个3中枢趋势上。如果说它选择先跌破626.19的话，它如果说先选择跌破这个位置，意味着这里就回撤成一笔了，那么你就要从这里断开，从662断开，左侧一个2中枢趋势上，然后右侧在这里它是要做出来一个新的一个中枢，那就是反向中枢，就是下跌的反向中枢，有进入段，有构成中枢，然后有离开。那么至于这里会不会再演变成2个中枢，现在看不出来，所以说啊，还是看它怎么选，是要再次跌破626.19，还是突破662.67，不知道。那就是还是在15分钟这个小中枢在做中枢震荡。其实这种小中枢你可以不管它，那么想进的话，就再次等待它跌破626.19之后，比如说踩到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裸 K， 踩一脚120天，这个位置可能比较好一点，或者说你从前面的这个黄金分割这里做一个这个潜在的回撤的位置，大概齐的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回撤到这些位置，对吧？现在还不能够去没有人知道它能到哪个位置，但是你尽量还是要等大一点的回撤，毕竟现在它在这里纠结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没有消息刺激，大环境方面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所以说一直在这横，在等。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动，就是让它选就好了，等它选完之后你再应对。我们不需要预测，我们是应对，就是我们不是predict， 我们是 react。对吧？我们不要 predict， 我们要 react， 我们要应对，而不是去预测。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叫小乔朋友，应该是一位新的加入会员的朋友 ，CRWV Core Wave 是一个新的这个公司的，应该新上市了还是？这公司很牛啊，从33涨到了现在100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形，也是有过这个财报，不知道为什么发了2次财报，这是比预期的还是要这个弱一点，还在亏损，
但是 revenue 是赚钱的，但是 earning 是亏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整体图形现在没什么太多的，但是日线上就是一个一笔上一笔下，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这段，它肯定小周期里面这里有一个小中枢，这里有一个小中枢，但是它的离开段太强了，说明这个可以在这里再做出来一个新的中枢之后再往上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它的这个小周期上，然后这个 MACD 张口也张得很大，对吧？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出现衰竭的迹象。这里有一个123回落，这是第一个1小时的第一个中枢，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下上下，又做了第二个中枢，这是我们刚才在日线上看到那个，做了2个小中枢，然后开始离开，然后还给了第二个中枢一个300，给了第二个中枢还给了个300，这里也有一个，其实也可以当成我们看一下这个，但这个300这是第一个300，这是第一个300，就是这样，1、2、3、4，直接是干到5，说明那个这在说浪形的时候啊，只是规定了3浪不能够是这个5浪里面最小的，但是没有规定5浪一定小，晓得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结合缠论和这个波浪一起用。那么现在它的5浪特别强，就是针对它的1小时上5浪非常强，所以说这个5浪没结束，但是因为它这个第5浪的内部，你看它这里有好多的这个回撤，但是在本周期上是不够比，但是小周期是够的。所以有的话先不要，可以继续拿一拿，但是没有的话不要追它。那么等待什么呢？等待就是这里有个比较深的回撤，就是现在从这个起涨点，你可以测一下它的这个有效的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回落之后再买，对吧？你这样的话，它就是这是一个 A 中枢、B 中枢，再做 C 中枢。等到 C 中枢做出来之后，你也可以去吃它的每一段，回落了，找一个位置加回来，上去了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再卖掉，然后等待它再次回落，再买回来，然后还可以打高点。所以说，就一段段分段吃。但现在这个状况它还是处于偏强的，可以继续拿就好了。没有出现大幅回落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出现非常强的，比如说给你个跳空缺口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继续拿。但是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偏弱了。你看今天这个表达就有点偏弱了，这是一个十字星的一个状态 ，K 线的实体这个非常小，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实体，然后这个下影线和上影线都非常长，说明这个多头已经没有力量了，往下砸得很快，虽然又收回来了，但是整体是偏弱的一个状态。你不像前面这几根大的阳线开始走，对吧？所以说需要注意。如果说哪天给你突然来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减一点，等待它的小周期有回落就好了。整体来讲，图形上还是表达的很强的。然后这个李琴朋友问，周2直播改到周3了吗？没改，只是这个周2的时候，因为我有事儿，不是取消了嘛，临时取消了，所以就是周3临时加播了一次。那么固定的话还是周2、周4、周5。能不能Shirley 朋友问，能不能再分析一下 CLSK？ 是我们上次分析的对吧？这个公司是比特币的还是什么玩意儿的？我们好像虽然我们不了解这个公司，但是好像听其他人说过一次，好像是个比特币公司吧，还是说是一个能源公司？具体的基本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上次问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是在这3根 K 线。或者说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是这一天10块3毛3那天你问的，好像当时你还问了一个 Coinbase， 我当时说它这个偏弱，就是它这个走了3段之后偏弱，然后又被这个120天拦住了，我当时建议是先减一点，然后呢它确实回来了，看到没有，确实回来2天，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出现顶分型之后，它这个顶分型可以是中继被打掉的，你需要在它的小周期出现这种回落之后再买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个复盘看一下，在小周期上这3根 K 线有没有机会买回来。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卖掉之后，什么时候买回来？看一下这3根。1小时上，这就是我们只看这个高量这段。1小时上的话，这不明显，30分钟上也不够明显，15分钟上就明显了。看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些 K 线。然后在15分钟上，这是进入段，这是一个震做出来一个中枢，然后还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然后再次下来。所以你应该进场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2买，15分钟的2买。如果说你在上面，比如说这10块多，10块钱卖了吧，打个比方，10块钱卖，这个位置是一定要买回来的，也就是9块3附近。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卖了，你要去观察的，不是说卖了就完事儿了。买完了卖完了买，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闭环。你不能说我光会卖不会买，或者说光会买不会卖，这个买卖是一定是个闭环操作的，尤其是对你长期操作的这个标的。这个位置我卖了，我在这个回来有2买的时候我要买回来呀，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卖了没买回来，那就肯定是相当于我在这个位置卖了，然后它这个位置没买，然后现在出现高点了，你不相当于就是卖早了或者踏空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你发现你或者通过你自己的分析你卖了，没有关系啊。你再通过它的小周期有背驰的时候，它不是说一定要回撤一笔之后才能往上涨，它怎么走都可以，但是怎么走你都需要学会怎么应对。那么现在它这个结构还是弱，还是偏弱。这个 6.45 这3段刚好到了等比例了 10.63， 对吧？前面这里可能更弱，它连等比例都没到。那今天是到了等比例，还是一样，还得减。所以说你也可以等它出现一个明确的顶分型之后再减也行，但是它已经出现偏弱的迹象，你如果说等待出现顶分型再减，可能还要再损失一点利润。所以说就看你自己怎么选吧。整体来讲，这个票可能跟什么 Coinbase 啦，或者其他的这个跟比特币相关的那个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都玩的话，你就选一个强的，对吧？你比如选 Coinbase 或者选一个什么 MicroStrategy， 你选一个强的，你就不要搞太多同样类型的，这就会造成你的仓位分散的厉害。所以说，我们一定是选强的强势股票才才长期做的。我想我也应该回答了你的问题。你问比特币新高是不是有希望往上走？现在没有希望往上走，它弱呀。这比特币新高，并不代表这些跟比特币相关的也能够新高。它也有，它虽然说跟比特币相关，但它不是100%的，就是全都是比特币呀。它有自己的内在的一个需求的，对吧？好的，那么的话，大家的提问，没有其他的提问了，我们也可以看一眼这个比特币，对吧？既然说到比特币了，我们可以说一句它的这个图形。比特币出现变化是在哪个位置呢？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我之前上一次分析比特币的时候，它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当时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当时讲过这个它出现变化的一个图形上的一个结构，我们把它的这个图形给它纠正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比特币已经不要再追了，为什么呢？先看一下它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高点，对吧？也就是刚才这位轩力朋友说的，它已经出现了新高，历史新高，已经突破了前面这个109358，现在是出现了新高。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在周线上的话，它其实是2个中枢的一个3买，这是一个从15460这个位置起涨的话，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个3买。这是第2个 B 中枢，然后针对第2个 B 中枢，这是一个3买，然后出现了一个高点，这相当于走 C 段的。这是用那个同级别分解。如果用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月线上的一笔离开。这笔如果说是一个月线上的一笔离开的话，我们把其他的清一下，用最后的几分钟把这个比特币说一下。就是说，月线上是有2个大中枢，这是下面有个第一个中枢，第2个中枢，然后这个回落15460还没回来，是月线大3买。我最开始在我的频道里面大量的发跟比特币相关的这个视频内容是在这个位置。我说比特币的牛市回来了，就是当时的分析判断就是这个回落没回来，是3买，而且是大周期的3买，月线大3买。我开始发视频，在这个位置发的，对吧？你这个位置都知道比特币牛了，你能不能够在它刚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它，对吧？那么现在它的结构 A 中枢 B 中枢，
但是两个中枢高低点也有接触，也是一个升级大中枢，但是针对第二个中枢，它现在开始走离开。这个回落呀，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利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它的最高点就是这根 K 线的这个最高点10358这根 K 线。破坏了这笔回落，其实这笔回落你可以当成一个3买的，也就是说这个大月线的3买，因为从它的次高点18388跌到74420，这是够5个月的呀，这是够5个月，5根 K 线够5个月，因为这个它的最高点或者次高点破坏了这个结构。就看你是怎么来分析，或者说你的分析方法。如果说它当成月线上的回落一笔的话，月线上3买的话，那还可以走离开在月线上。我们把这个这样分析，那么就是说，我现在看的是从74420这里能不能够走这个小中枢的一个离开，就是第二个月线中枢的离开，也是可以是一个 B 段，也就是这是一个大中枢。我们再说一下模型。这个模型其实我们之前是说过多次的，这是一个第一个 A 中枢，然后这里构成第二个 B 中枢，但是呢高低点有接触，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扩张的大中枢，也就是现在我们刚才在图形里面分析的，这是 A， 这是 B， 然后这里是走的是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小 B 段，现在它就是在初期阶段，在初期可能在这儿呢。如果说用月线上说模型的话，那么这里它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中枢，对吧？次级别如果说已经有 A 中枢了，它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 B 中枢，然后再看它演变，是继续回来把这个中枢变大，还是说这上面再做出来一个扩张的中枢？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扩张之后的大 A 和扩张之后的大 B， 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是这种模型。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就是74420这里的一个小周期上。那么这个小周期我们把其他的先清一下，但是在小周期上它这里并没有形成一个周线上并没有形成中枢，对吧？把其他的清掉。那么没有形成中枢的话，它其实还在走浪形的模式，就是从这个49050这个位置它在走浪形，就这现在是一个3浪1、2、3，然后3还没结束，那就再看这个74420。也就是说74420这个在周线上是一个3浪，在日线上它现在已经走了1、2、3，也走了3浪，这个第3浪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那么你的关注重点就是看它这个第3浪什么时候结束，一样看它的小周期4小时。日在这个比特币的话，它的次级别是4小时，而不是这个1小时。那么这就是我之前其实分析过的这个93360这个反转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破底翻反转，那么这个回落也变成了这个小2浪，就是日线的一个小2浪。那么在4小时上的话，它这里也出现了4小时的中枢了。那么4小时的中枢之后，我们可以看它的进入段、离开段，对吧？现在是离开段的这个柱子的面积跟前面比较的话没有那么强，这快面线高度还可以，就是并没有明显的这个背驰。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不要追了，但是可以先测一下它的空间，从这个进入段我们把它设到这里，然后再看它的离开。现在明显是偏弱，因为它连等比例也没到，等比例在是11378这个位置的空间跟前面这个的空间是一致的，对吧？所以说偏弱嘛，我说偏弱就在这里。所以说什么时候能进呢？就是看它这笔的再次回落。4小时上如果说给一次回落，回不来的话还是3买，回来的话就是中枢震荡，对吧？那么至于说它怎么选，我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呀，对吧？你只能去跟踪它，出现回落的时候你要去分析，不是看4小时，是看它的次级别1小时或30分钟上这笔回落能不能够结束在某一个位置，能不能够形成3买，对吧？所以说是多周期的一个结合。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针对比特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因为大家问的好多都是跟比特币相关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